一直以来，美国以霸权为主，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。不得不说，随着美国的野心越来越大，其伸出手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大。当然，这只是美国的想法。那些被束缚着的国家是有怨言不敢说，害怕迎来美国更深一层的打击。在这种敢怒不敢言的情况下，有2个国家强硬地站了出来，主动对美国说不，一招打破美国制裁。其中一个是伊朗。众所周知，美国对伊朗进行了长久的打击，企图想要掠夺有利资源，特别是石油资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是不会轻易的放弃对伊朗的制裁，而这种趋势只会越来越紧逼。两国一直都处于一个微妙的状态，双方都想要挟制对方，以谋求更多的利益。另一个国家就是委内瑞拉，其与美国的关系也可谓是又爱又恨。在美国对其实施石油制裁后，双方关系随之僵化，到了快要撕破脸皮的境地。美国之举就是触碰了该国家的底线，使其在反美路上越走越远。俗话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这2个国家在美国的长臂管辖下，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一起。而拒绝长臂管辖一招足矣，两国就石油方面达成一致，提出了交换意见，进一步扩大合作，这也就间接设防，对美国起到反制裁作用。随着共同意识的达成，两国关系变得逐渐亲密。大西洋海域一幕就早已经体现。根据一位委内瑞拉军人称，其看到了伊朗克拉维尔号前往委内瑞拉的场景，这也就间接坐实了双方友好关系。只是有人欢喜有人愁，在两国为解决了一个困难而高兴时，有一个国家就发出了强烈不满，那就是美国。很明显，两国密切合作让美国损失了巨大利益，而且还打破了美国的制裁，这无疑让美国感到恼火，直接威胁两国或将实施2次制裁。一旦实施，美国就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简单层面，而是巨大的惩罚，只怕后果两国承担不起。而美国的这一番话就是赤裸裸的威胁，想要两国放弃该协议。不过美国明显想多了，两国都做出来了，还打算回头等待美国下一步制裁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两国对美国的制裁一直持有反对意见，并直言美国的威胁他们不会感到害怕，大有直接和美国杠上的趋势，而他们也在试图不断地做出改变，这次明显有用，其绝不会轻易放弃。说到底，左右横竖都是制裁，只是早晚罢了，威胁真的没用。近日，美国大手笔地搞出了一出桃园3结1的行动，拉上了英国、澳大利亚，重新组建了一个 AUKUS 军事同盟，还搞了一出大戏，就差没和法国彻底撕开脸皮。原因自然是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了，甚至还是在18个月内就要建造完成之类的。这不仅导致差点和法国闹掰，也被严重谴责。因为澳大利亚应该是无核国家，说实话，这个同盟之所以成立，目的自然是基于在亚太搞事情。然而，在这之后，却有2个国向我国发出了信号，其中一条甚至令人心中一紧。首先，第一个信号是来自德国。据悉，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发言人在日前公开表示，德国将对来自中国企业生产的手机启动安全调查，而原因则是因为之前立陶宛的事。这条消息其实很难界定德国是否已经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美国那一方。毕竟从德国的各种行事手段上来说，并没有对我国造成任何不好的事情，所以有人说德国出工不出力，专门敷衍美国，那么这次也是如此吗？这可能需要等德国大选正式完成以后，我们才能知道。不过对于这件事，咱们还是应该提高警惕。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可能美国会比较开心，但是高兴过后才知道，后一国的信号才是重点，因为这个国家足以以一当十，而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。近日，有许多俄罗斯专家表示 ，AUKU 是美国故意建立在亚太的爆发点，因为这将会使亚太成为一个不稳定区域。在经过美国及其盟友的鼓动以后，这里必然会发生分歧，甚至是让这一片陷入混乱中，从而分散削弱亚太的力量。这是这个组织成立的宗旨。而美国从撤军开始，就已经在慢慢的建立一条从地中海到亚太的不稳定弧线，这有极大的可能会成为亚太新的冲突爆发点。对此，想要遏制这种事情，中国必然需要一个坚强的后盾，而俄罗斯则正是这个后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俄罗斯媒体说完这件事以后，只有美国最不高兴了。毕竟美国绝对不会想要同时面对2个强大的对手，所以隔天，美国的 B-5H 战略轰炸机就出现在了俄罗斯领空。但是俄罗斯可是战斗民族，战斗实力从来都是杠杠的，于是转头就给美国来了一招挑拨离间，直接对印度表示，美日印澳确实在美国进行了线下会谈，但是在其中唯有印度是多余的，并且陈述了理由。而且很有意思的是，日前德国还刚刚公开表示，必然继续支持北溪2号项目。所以如果美国足够聪明，那么现在就应该知道，想要达成目的根本就不可能了。毕竟俄罗斯不是吃素的，我国同样也不是吃素的。
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巴尔干半岛，大家对它的印象应该大部分都来源于新闻。以前总是能在新闻里听到关于它的消息，一般来说以战争居多，所以它也有另外一个名词巴尔干火药桶。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这个地区战乱有多频繁。这个地方的民族错综复杂，地理位置也处于欧亚两大洲的交界处，地中海与黑海的咽喉部位，战略位置十分突出，所以也造成了这一地区长时间处于战乱之中。近年来相对来说还算平稳，但是和平似乎又要被打破。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局势又紧张起来，巴尔干半岛地区战火或将重燃。据新华网9月27日报道，塞尔维亚正在向南部地区部署大量的部队，包括 T-72MS 坦克、米格29战机以及米35直升机等武器都被派遣到了该地区。这么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的调动，说明塞尔维亚已经在高度备战了。未来在科索沃地区很可能会发生冲突。要知道，不久之前，科索沃特种警察部队已经向过境点派遣了装甲车，双方现在可以说是剑拔弩张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之前就说了，巴尔干半岛号称火药桶，而科索沃地区更是这个火药桶的中心。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双方可以因为一个小事就可以大打出手，这次就是因为入境车辆更换车牌这件小事，激发了双方的矛盾。至于为什么原本属于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地区，现在为什么有能力对抗塞尔维亚，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北约。之前将科索沃地区脱离出塞尔维亚背后站着的就是北约，这段历史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就不细说了。这次双方爆发矛盾，背后依旧有着北约的身影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关系密切，因此成了北约的眼中钉，而科索沃地区正好又是北约对抗俄罗斯的前沿阵地，所以这次科索沃主动挑衅塞尔维亚，很可能就是北约在背后主导的一场借刀杀人的大戏。这也是美国以及北约一贯的作风，扶持亲美势力挑动他国分裂是美国常干的事，在叙利亚如此，阿富汗亦是如此。所以巴尔干半岛火药桶归根结底就是西方国家在背后操纵的棋子，再次证明了美国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因素。从目前的形势来看，希望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能够保持克制，不要让北约阴谋得逞，毕竟战争对两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将是巨大的。在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下，近几年来日本政府积极扩张军费预算，加强与美国之间的防务合作，在军事领域有所扩张的野心再次死灰复燃。很明显，美国也正是利用日本扩张的野心，不断加强在日本的军事部署，将日本推向对抗中国的最前沿。按道理来说，对于美国将与中国对抗这一极不稳定因素强加于盟友的时候，大多盟友都是反对或者是阳奉阴违，然而日本却还对此感恩戴德。目前，美国海军正在加快无人作战舰艇的研发，以期在未来实现无人作战舰艇和有人驾驶舰艇的混合舰队。虽然美军的部署计划尚未公布，但日本舆论普遍都是欢迎美军混合舰队部署在日本。不得不说，在大多数国家看来，被美国当枪推到对抗中国的最前沿都是不可接受的。但是到了日本这里，却变成了被当枪时还感恩戴德。这其中到底是因为些什么呢？其实理由很简单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蛰伏之后，日本觉得自己又行了，想要复辟军国主义道路，但重新走上这一道路的话，必然是无法绕开中国这个最主要的障碍。所以对于日本来说，仅仅跟随美国的恶华政策，借助美国的力量，或许可以有效地突破中国的阻挠。为此，日本最近在帮助美国挑衅上表现得尤其积极，经常干预中国主权问题不说，还通过与美国合作，频繁利用人权问题来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，不断在中国周边找寻冲突性话题，伺机向中方发难，让中方难堪。分析认为，日本这样做的目的，一方面是为了配合美日澳印四方反华机制，另一方面则是伺机等待军国主义复辟的时机。日本是一个人口密度远远大于中国且资源贫乏的岛国，日本的领土和资源限制了日本的发展，可寻求后代无限繁衍是人类的天性，这就注定了日本是一个畏威而不畏德的国家。需要警惕的是，日本虽然在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勤劳勇敢，又很聪明好学，富有创新和冒险精神，但大大缺少善良和仁义。一旦具有冒险精神的日本有了一定的实力后，那其必然不甘心将自身的国土局限在少数几个岛屿上，因此他们首先看到的一定是辽阔的亚洲大陆，其次是资源丰富的南洋群岛，再是富饶的美洲大陆。但不管怎样，就像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所说的那般，一旦日本过于激进，那日本自卫队一定会成为我军打击的目标。
在美国开启新一轮的亚太战略后，他们联合一些亚太国家持续压制中国的发展，导致国际形势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，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将会威胁到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，甚至会夺取美国的世界第一。而为了阻止这一事件发生，所以美国开始与其盟国抱团取暖，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。好在美国的盟国也不是完全服从美国，其中就比方说韩国这种对华贸易往来比较大的国家，他们对美国所谓的号召始终表现出消极的态度，但有消极那自然也有积极，一些国家就始终愿意与美国合作，就比方说澳大利亚，在中美竞争中，澳大利亚总是愿意在其中扮演美国急先锋的角色，在各种恶华场合中总是冲在第一线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中国才会在贸易领域对澳大利亚进行制裁，而中国制裁澳大利亚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。最近受制裁冲击的澳洲正从下游传导至上游，对多个产业链造成严重影响。例如酒类行业，由于受制裁和产量大丰收的双重打击，澳洲葡萄收购价格下跌了20%。尽管美国愿意出手帮助，但最后除了葡萄种植商仍面临亏损外，整个上游产业也遭到了严重影响。不过葡萄酒商们与海商们相比，葡萄酒商们的日子可以说还是非常好过的，因为自去年11月份以来，澳龙对华出口已降为0，连续4个月亏损。据相关机构预计，因为中国的制裁，澳大利亚海产行业将逐渐有1/3的从业人员被迫失业。除了上述2个行业外，在澳洲类似的情形不胜枚举，小到奶制品，大到煤炭，澳洲对华出口主力的20种产品中，目前已有19个受到严重影响。吉德·莫里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得不尴尬承认，中澳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，多次就此事打电话。可近2年的时间里，中国就是不接。显然，澳大利亚现在还想在中美之间双面下注。莫里森前脚向美国与英国购买完核潜艇，后脚就开始对中国服软，希望能谈一谈。但好事儿怎么可能会让他一个人占尽？我们2年都不接莫里森电话，可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好说的。除非澳大利亚明确表示将停止充当美国对华战略的马前卒，但是事实很清楚，中国不接电话是对的，澳大利亚并没有同中国友好相处的意思。